苦楚之战第4章，天堂变地府。第6节，日军轰炸机击沉在长江巡逻的美国军舰普内号。日军宪兵到广爱医院抓捕国军伤兵。这位宪兵队长的父亲是日本无教会运动基督教的支持者，常在家晨祷。送子出征到中国之前，让他记一句经文：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并再三告诫他，到了中国万不可在教堂杀人，不要伤害牧师、神父、讲道的人。父亲的话对他有些作用，他想着该办的事一办，没必要在教堂久留，免生不测。日军走后，保会悬着的心才放下。他发现自己默祷到浑身出汗，这是他第一次体会情辞迫切的祷告竟可到流汗的地步。深夜，把伤兵送回病房，他疲惫不堪，强撑着回到宿舍。躺在床上，他想着自己此刻在杭州，孤身一人，无依无靠，前途暗淡，辗转难眠，泪流满面。他起身，跪在床边，出声祷告。祷告时，一段熟悉的诗文浮现。这些事他终必成就。There shall be a performance of these things. 疲惫的心啊，相信，等候，祈求。Oh, tired heart, believe, wait and pray. 平安的祷告在薄暮时分听到。At eventide the peaceful vesper rings. 虽然白昼乌云密布，雷雨不住， Though cloud and rain and storm have filled the day. 信心必穿透那阻隔的疑惑之物。Faith pierces through the mist of doubt that bars. 这是他在美国留学时爱读的一位诗人的诗。研宝会，你又小心，你的信心要穿透阻隔的疑惑之物。不要再忧虑，不要再疑惑，把你的重担全卸给主，用信心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头盔戴上。他对自己说。次日黎明时分，他起来晨祷，祷告完，按进度读帖撒罗尼迦后书。有句经文跳进他眼中：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加给那给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日本人，你们必品尝日军让中国人遭受的一切患难。他心里说：主啊，愿你报应那加患难给中国人的日军，愿你使灾祸的日子临到日本，以加倍的毁坏来毁坏日本，愿这天早日来临。他祷告说。过了片刻，他感觉心里不平安，猛想起父亲严牧师正道时常提醒会众的话：要祝福别人，不要咒诅，即便对敌人也不要咒诅，反要祝福，因为深渊在主，主必报应，
祝福别人，若那人不配得，主把祝福加给祝福者；咒诅别人，若那人不应被咒诅，咒诅就临到咒诅者。他马上跪地祷告：我主我神，求你赦免我，我不该咒诅日本人，唯有你全然公义，求你按你的公义公平对待日本人。祷告完，心里冒出一句话：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这话颇使他失望，他心里甚愿神的怒气如狂风暴雨，又如雷电冰雹，像黑云压境的蝗虫一般从天而降，大洪水般向日本倾泻。但这样的想法令他觉得自己也是恶人，日本土地上应该也有义人，怎能希望神像人一样无差别惩罚日本人呢？10几天后，把天堂杭州变成阴曹地府的这批日军，带着从江南名城掠夺的绫罗绸缎、奇珍美物、字画古玩、金银财宝，还有抢来当慰安妇的女人，开拔到别处苦战了。时间就要告别民国26年，1937年，这使中国进入战乱大灾之年。1937年12月，最后一天是日本迎新年大会日，相当于中国除夕。傍晚时分，驻防杭州日军举行祭拜仪式，祈福迎新。松枝竹子制作的门松摆在兵营门口，庄严新年气氛，期待永生不死。民国27年，1938年新年来临时，只有年是新的，天上飘荡着去年的愁云惨雾，空气依旧弥漫着血雨腥风。城郊野外，断壁残垣，死尸横路，无人掩埋，臭气熏天。城区空空，店铺关门，日军横行。此时的杭州俨然鬼城。新换防来的这批日军，不知因经过休整，人性有所复苏，还是因领兵者纪律严明。刚来时没有像前批日军那种无底线野蛮凶残，但这批日军加紧对杭州市民包括宗教的控制。从日本派来会说中文的日籍基督教牧师，想要控制杭州教会，也想控制报纸，操纵舆论。日本宪兵队早就知道广爱医院收治许多国军伤兵，一直虎视眈眈，伺机进院抓人。日本对英美怀怨已久。南京沦陷前一天，日军轰炸机就肆无忌惮击沉在长江巡逻的美国军舰坡内号，英舰美舰人员伤亡惨重，但因时机未到，英美与日本尚未公开翻脸。一天清晨，雨雪交加，天气阴冷，来势凶猛的宪兵队忽然闯进广爱医院，直奔国军伤兵病房，把110名刚痊愈的伤兵全部带走。这些伤兵都是刚痊愈。宪兵队来得这么及时，是有人通风报信。史密斯院长得知此事，急忙与宪兵队军官交涉，
未果，全狱伤兵全被日军带走，关在宪兵队条件极差的监狱。被抓走的人里，有不少因监狱卫生条件、饮食条件恶劣，又加虐待而旧伤复发，添心病。这些人最终去向不明，有人说被枪决，也有说日军731部队用他们做人体实验。宪兵队抓走全狱伤兵之事发生不久，另一件比南京大屠杀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惨剧发生在杭州附近余杭乔司镇。日军200官兵在乔司以惨绝人寰手段虐杀奸杀1300多无辜百姓，烧光所到之处房屋，只为报复国军袭击日军乔司据点。日军虐杀1300多名乔司妇孺老弱平民，来抵纳被国军打死的40多名日军的命。日本近卫内阁发表不与国民政府谈判的声明，促使蒋中正领导的国民政府誓死抗战到底。中日交战越来越残酷，双方伤病军人激增，战事似无短期结束之可能。数月来，失去未婚夫的严保慧忍住内心无以言表的哀伤，在哭嚎声此起彼伏的伤兵治疗所、难民收容站超负荷工作，耳闻目睹日军惨无人道暴行，并对中国男人女人肉体加精神的摧残，他感到身心疲惫，精神近乎崩溃，已到不能再忍受的地步。他开始失眠，整夜跪在床头祷告，求主接他回天家，不想再待在地狱般的人间。他撑不下去了，他想回家，回永远的天家，甬道在那里等他。几天后，杭州天主教圣心医院一位外科医生给保慧捎来徐永道的母亲王香平托人带的口信，他要保慧在治安稍好、沪杭线恢复通车时马上离开杭州，到上海法租界和他同住，说上海租界较安全，特意说这是永道在遗书中交代的。捎口信者专门提到，有一个要紧事不便传话，王香平要当面告诉保慧，要他一定去上海。王香平不愿让人带口信，非要当面告诉保慧的事与一笔钱有关。徐永道参战前按军方规定留下遗书，并指明抚恤金受益人。徐永道只给母亲留了遗书，没有给保慧。他想让未婚妻对自己少些念想，早开始新生活。他让母亲把一半抚恤金给保慧，并让母亲认保慧为女儿，让母亲把保慧叫到上海法租界和他同住，直到保慧出嫁为止。保慧原本在上海的工作已定，他是为永道才来杭州的。永道了解这一切，他在给林浩恩的托孤信和给母亲的遗书中，为未婚妻将来的生活做了他认为最稳妥的安排。接到徐永道的母亲要他去上海的口信，严保慧第一反应是祷告问主，他不敢随便相信人，不敢轻易离开杭州。沪杭线已被日军军管，从杭州到上海一路都是沦陷区，单独出广安医院大门
他就身处危险中。甬道与他告别前，再三嘱咐他不要一个人出去。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收看。